他经营的冬菇亭是香港现存罕见的24小时营业餐厅。强大的底气来自店里的3个部门：水吧、厨房、点心。他们一同供应超过200种食物，确保客人任何时候来都有东西吃。水吧是唯一24小时不停歇的部门，2平米的空间，张法强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。前面是水位，可冲调饮品；后面是火位，包括扒炉和面位，出品汤、粉面、小吃等，都由他一人看顧。要啲咩㗎？一個餐蛋治漢底，係餐蛋治漢底，茶酒，一個腿絲通，雙炒蛋酒包，凍啡士奶，啱啱係咁多。水吧也是最具香港特色的餐厅角落。除了奶茶、咖啡、鸳鸯柠檬茶各有拥趸，还有粉面、小食、三文治，超多选择。这一切都能在这个小小的吧台出品。我哋貨比較上係基層啲人飲，嗰啲比較上係做生網嗰陣咧，即係佢做咗成日咁，流汗流得多啊，或者飲水飲得多咧，個人寡啲嘅，咁佢飲啲有濃味少少嘅嘢，嗰啲咁嘅基層啦，依家比較上係後生咗啲，所以佢哋飲嘅茶咧就比較上冇咁濃。咁我哋已經係個份量就減少翻，但唔想話即係冇咗大排檔嗰個原意嗰個風味出嚟。張法強以前是做白粥炸物起家的，水吧長期缺人手，他只能跟各路師傅偷師，也慢慢琢磨出一些技巧。即係其實呢啲細眉細眼嘅嘢咯，初頭就係刮咗啲油先咯。如果你唔刮咗啲油咧，佢冇啲聲出嚟嘅。等落去煎嗰段時間咧，先至淋翻少少油落。太過多油咧，就變咗好似炸出嚟嘅，冇咗效果。就咁煎出嚟會香啲咯。耐心是張法強對食物的最大尊重，但是對妹妹，他就顯得尤為嚴格。煎外啲嗰度浸落去，跟住蛋咧就會煎到幾煎。關鍵時刻還得是親人，因為人手嚴重不足。張法強把做過餐飲的家人拉回店裏幫忙。之前我就會聽面嘅，唔夠人，咁佢就教我又過嚟喺度做咗幾日半年到啦。以前幫阿爸，而家幫細佬，我都停咗幾年㗎啦，舊年先翻嚟開翻㗎嘛。夠人啦，年紀大啦，同埋又做完手術都係咁翻工，就辛苦啲咯，係啊，即辛苦咯。支撐張法強做下去的，除了對這份工作的熱愛，還是因為街坊們的信賴。即係有啲地方咧係冇啲咁嘅格局㗎，香港有中有西，嗰種享受唔同嘅。兼埋咧，我哋坐都係自己食下有班朋友仔咁啊，我哋不同年齡都可以坐埋一齊，大家 social 下傾下偈啊。休息了幾個小時，張法強再次上班。通宵班最難招人，他自己堅持了快20年了。晚餐到宵夜時段是生意最火爆的時候，張法強經常遇到熟客。因為飯堂咯，同埋有個家感覺。我去好多度大排檔食過，都好參差咯，亦 OK 嘅。我哋做嘅食物，做嗰啲嘢咧，都係唔使話我哋自己做出嚟得唔得，係街坊講俾你聽得唔得。真係幾好啊！唉，1萬個。過了凌晨就是冬至，不少客人定做過節。喂，阿樂，係今日冬至咯，辛苦你哋啊！辛苦緊少少啦。廚房從上午10點運作到凌晨4點，大廚阿樂在這裡工作了快20年了，頗有些拿手好菜。煮嗰時要乾身咯，香口煎乾去香啲咯。咁啊再燜，但係就唔可以燜全熟咯，因為我哋係另外用個煲，用個爐跟住上煲住嚟食噶嘛。咁啊，如果你水多啊，咁嗰啲雞咧就變咗好鞋咯。雞肉被旺火乾煸，鑊氣十足，點綴上香菜和金不換，香味更加濃郁。我哋因為知道我哋大排檔咧就比較多啤酒客，
咁啊，我哋呢個椒鹽鮮魷都幾多客都中意咯。生猛海鲜是香港最引以自豪的食材之一。新鲜鱿鱼用豆瓣酱和咖喱调味儿，和生粉拌匀，放进油锅，用中大火静炸至7、8成熟。沥油后还要再炸一次，目的是让鲜鱿更酥脆。咁啊，味啊、蒜蓉啊、指天椒啊、葱花啊嗰啲拋下就得㗎啦，就唔使回鑊咯。我哋就新鲜食材和注重细节的手法，才能让这道椒盐鲜鱿外脆里嫩，保证脆皮的同时，还能吃到鲜鱿本身的鲜味儿。猪杂包要想好吃，除了食材新鲜，还只能煮到9成熟，过熟肉质会变硬。卤水档由阿乐一手打理，每家卤水配方各有特点。阿乐做的卤水拼盘包含卤鹅、墨鱼、鹅肠、花腩、红肠等，卤汁一淋，香醇甘和。大排档菜式多以香口、货气足出名，但最关键的其实是出菜速度。大排檔冇乜要求啊，快很準，一個餸嚟計分鐘之內要整好㗎啦。酒樓因為佢要經過傳菜啊，上台個時間會比較耐咯。我哋有個窗口咁啊，懟出去，可能熱力保持得好啲咯。凌晨2點，幫襯多年的的士司機特地相約來過冬至。的士大佬們和張法強認識超過10年，半夜歇腳，這裡成了他們的避風港。呢度最好咧就係24小時，隨時嚟到都有嘢食，邊個都得，打風都有得食。凌晨12點，宵夜尚未散去，點心房已經開始運作。做點心要日夜顛倒，凌晨上班，到第二天中午才收工。點心師傅才哥入行40年，是張法強的老鄰居。我以前做黃大仙㗎，同埋阿強嗰層樓添啊。用腐皮包裹芋頭、火腿、雞肉、腐皮，一份雞渣點心完成了。同樣用腐皮墊底，鋪上雞柳和蟹柳，腐皮吸收肉汁，雞肉嫩滑，這就是棉花雞。雞球大包的主料是雞肉，其他輔料隨時變動。包住啲雞啊、火腿啊、鵪鶉蛋啊，任你包嘢啊，你中意。以前咧就隨講剩低嗰啲頭尾啊，係包埋落去咯。這裡有超過40種點心，大多是懷舊款，如春蛋燒麥、鴨腳渣等，在市面上已經不多見了。最高峰時期，每天能賣出1500籠點心。在張法強為數不多的休憩間隙，他偶爾會去冬菇亭附近的獅子山公園裡走走逛逛。我哋喺做嘢嘅地方就已經望到獅子山啦。其實好多時都會提醒你有奮鬥精神咯。所以變咗黃大仙區嗰紮咧，嗰啲街坊咧，互相幫忙啊，守望相助。好希望新一代有嗰個毅力，同埋唔好咁易放棄。這是一家有着89年歷史、到點即排隊的中華老字號，街坊們幾乎每週都會雷打不動地來探查，幾十年經久不衰。這家紅紅火火的老牌粵菜館背後，又藏着怎樣的秘密呢？你睇依家啲新鮮鮑魚、豆腐咁樣食起上嚟又冇味又寡，係咪先？所以追原材料好應該要去研發。民國宴以前係達官貴人食㗎嘛，你一定要係好有節拍、好有程序、好有儀式咁上到嚟，就唔係話好似依家咁樣，哇羅羅練練喺度搞到飛沙走石咁樣，因為佢哋要成個飲食氛圍要製造啊嘛。所以，作為廣州酒家第6代傳承人，
蔡伟玉所说的达官贵人吃的菜，其实是一个特殊的研发任务——复原民国粤味宴。凭一纸菜谱，要将其重现餐桌，谈何容易？大厨们不得不绷紧神经，不断地学习。这也正是广州酒家与众不同的秘诀之一。大家準備從古書中吸取一些靈感。我呢度都揾到個啊，嗱，蝦子扒烏參啊嘛，哇，佢仲有首詩添喎，但係呢啲詩我又讀唔出嚟，幾有文化。可惜這本珍貴的舊式菜譜只記載了菜單，配料做法甚至寥寥數筆都沒有。大家考慮最多的是此食材此時此地能否獲取，如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？海鮮乾貨是廣府人的心頭好。蔡偉玉覺得蝦子巴烏參這道菜的還原度高，當然選用什麼參還得去乾貨市場現場參詳。呢邊就係海參區嚟嘅。哇，好多海參喎！但係我哋民國菜要揀一種適合我哋用嘅海參，咁嗰種海參咧就係比較大嘅。哦，嗱呢種就啱啦。呢隻係烏參，好似呢度仲有個婆參。咦，好似仲有呢個白玉參。呢隻參啲膠質比較夠嘛，而且啲肉比較厚。民國菜嗰個蝦子扒烏參，雖然係叫做烏參，都係海參以前嘅一種稱法啫。選更加好嘅食材去融合呢個菜。係。研究每一種參的特點，蔡偉玉發現適合民國菜的還真不多。我哋係想用下啲關東參嘅，但係啲關東參比較細啲啊。即係如果一位嚟上咧，佢就覺得佢啱民國菜，佢係講大菜啊嘛，佢就覺得主人家小氣啦。在心裡還原了場景，蔡偉玉最終選擇了大烏參。呢條就係4兩。做起嚟嘅效果先好啲咯。作為土生土長的廣州西村人，怎麼就進了餐飲這個行當呢？其實我哋70後嗰陣時嘅選擇工作機會好少。嗰陣時啱啱改革開放，就好多啲食肆酒樓啊，生意蓬勃，所以就創造咗好多就業機會。因為以前最美好嘅生活其實就係食得飽。民國是粵菜形成的重要時期，彼時商業繁榮，吸引各地名廚雲集。為滿足商務宴請需求，飲食市場應運而生。食在廣州不脛而走，很快在全國聲名鵲起。復刻民國菜是一場硬仗，廣州酒家迎難而上，但能否復刻成功，誰也沒有十足的把握。點解會咁黑嘅？紅色都唔係象牙色嘅咩？但係你依家已經係過於，都已經係變咗蠔油色。所以你一整出嚟嗰時係一種煙紅色，淡啲嗰種就 OK 啦。推過啊！菜名裏邊去尋找佢嘅創作嘅故事同埋一個創作嘅靈感，然後我哋去復刻佢，可能試20-30次其實都唔出奇。研發推進困難重重，主廚們乾脆縮小範圍，篩選出合適的菜肴，先行突破。蔡偉玉則將大廚們分成多組，自選菜譜比拼。打個比方，呢5個師傅嘅菜，大家去比拼，研發菜嘅過程裏邊係一定有爭執，爭執其實就係制高點。大家暗暗較勁，後廚成為實驗的戰場。蔡偉玉帶頭承擔大菜蝦子巴大烏參的製作，烏參味道寡淡，如何讓它入味是烹煮的關鍵。粵菜裏邊汁係靈魂嚟嘅，所以我哋選用咗好多老雞啊、豬手啊，包括好似赤肉、雞腳、火腿同埋瑤柱，等佢哋裏邊嘅味能夠互溶。我哋咧就將啲原料要煲4個鐘，唔係煲到佢淋出膠。到出膠嗰陣時咧，其實就係煨海參嘅開始啦。再加埋我哋嘅葱，增加到佢嘅一種葱香味，而達到一種和嘅味道。依家我哋係將海參放落去，開始煨啦。
然後再將啲肉馬冚翻住佢，再慢火煲燴2個鐘頭。收汁咧就等佢啲色咧就更加豐富，呢個就係紅麻大烏參裏邊一個關鍵。大烏參質感軟糯中略帶焦滑嚼感，蝦子的醇厚鮮香點綴其中，油潤味濃，齒頰留香。另一道大菜猪肚鮑魚由蔡伟玉徒弟宁明文掌勺，这次他找到了最合適的食材做這道菜。精選呢個肚尖呢嘅位置，呢個位置咧爽嫩脆嘅，同埋依家豬啊似樣嘅，好難揾到肚尖呢度厚身啲嗰啲原料啦。鮑魚咧要揀啲2到3頭嘅，生猛啲嘅硬身少少啲啦，到時煲出嚟嗰啲口感先會軟糯。選用潮州嘅鹹酸菜，一陣鮑魚一陣豬肚咁擺。將啲潮州鹹酸菜放喺中間呢度塞滿佢，放入去蒸20分鐘。後出嚟嘅鹽湯打翻個薄芡淋上去。豬肚爽脆，鮑魚溏心，鹹酸菜解膩，絕配。陳奕華和蔡偉玉同一批學廚，懶人蟹肉燴鮮蓮經過他的優化，成了一道極具粵菜美學的菜式。我哋咧就揾魚肉嚟做個底，菠菜汁嚟做色，蒸完咧做成一個蓮蓬，有個蓮蓬嘅欣賞性，所以咧叫咗就蓮蓬羹。青年廚師陳玉才則另闢蹊徑，用油條代替裝菜容器。廣東好出名啊，油炸鬼係嘛？我哋諗到用廣東嘅食材去做一個廣東嘅菜式。仲有西江嘅河蝦，唔係好大隻。海蝦太大粒啦，放2粒，1粒都已經放滿咗啦，睇起身就唔夠精緻咯。叉燒咧會揀一啲肥瘦相間嘅，佢食起身有油脂感啊，即係2種嘅結合做出嚟更加完美一啲，食起身層次更加豐富。這道懶人炒蝦鬆，小小的鮮河蝦被炒得乾脆，懶人添香，再配上酥脆的油條，一口馥郁，層次分明。河杆砍珍珠是廣東俚語，田間廢棄的河杆掩蓋着寶貴的珍珠，比喻貴而不顯，華而不炫。呢個要切到好似紙咁薄，呢個珍珠咧要點10片。放翻呢啲冇依嘅綠豆落去。蕭金旺用綠豆和五花肉做主材，粗料精做，十分花功夫，成品精美，毫無原材料的蹤影。燉了2小時的珍珠，澆上帶着河杆清香的原汁，綠豆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膩，入口即化。廣州酒家的點心是招牌，不少食客慕名而來。民國宴席上怎能少得了呢？今天呢，就是我們做一些什麼民國的點心。廣州酒家近100年傳統，綿延不輟，7代傳人，從未中斷。老帶新是傳統，更是責任。咁包嗰時紅棗咧就要收埋佢就係啦，用呢啲咁嘅錫紙輕輕搓長佢，咁啊再做一造型。真係有啲似紅棗嘅形狀。係啊，咁所以叫做紅棗包啦。不知淘汰了多少個版本，廣州酒家50人的團隊用了8個月的時間，15道菜單的民國粵菜終於重現江湖。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。為老菜譜延續生命力後，恰逢民國大戲《珠江人家》拍攝，導演所尋覓的民國菜系，正是廣州酒家的研究成果。這可是廣州大酒家新推出的8打8小精選宴。重新演繹民國時期的經典粵味，是尋覓100年廣味的一道線索，其中有不少專家的幫助。民國菜呢，研發了這麼長時間。請各位專家啊，還有我們的同行們，給我們提點意見，品嘗一下。廣州酒家之所以能夠復刻成功，就在於他們一直是堅守着他們的傳統，他們的傳統是7代相傳，是沒中斷的。所有的創新都要建立在傳統之上，而復刻它
它是需要能力的。粤菜它的美学定义呢，就是形成于民国时期。粤菜的一个典型就是什么？它讲究一个和，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。历经辛苦，只为复原粤菜经典。当感受到旧时粤盐风采，大家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所有的好运都藏在善良里。红红火火的生意，没有那么多大道理。老广只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做最努力的人。他们相信，如果没有成功，时机未到，资格未够，请继续努力，带上微笑，面对人生的不期而遇。